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玩家，叫 Siege and Chill。这个玩家其实他在先锋王国，但是你们看他名字应该也知道，这个玩家其实他是玩远程的玩家。然后他玩远程呢，可以拿到72亿的击杀。当然，这个账号之前好像并不是他的。根据我的记录来看，他之前这个账号的名字叫 Low Seed Mine， 就是讲他上一个号主的名字啦。然后我这个记录呢，其实是在近期才做记录，就是俄罗斯父子他们移民过去3308的时候才记录到的内容。因为我做直播的时候刚好有看到他的名字，还有看到他用这么多队的远程，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队伍搭配还有他的装备到底怎么样。我是没有联系他本人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相册这边看到他究竟是怎样搭配，他的装备做的怎样。可以看到他有5套全部都是远程的装备，然后他5套的装备里面呢都是有配一些配饰，就比方说他终极统帅就有给终极统帅用的马鞍，还有包括远程用的羽毛。但他的情况其实跟我的骑兵账号有一点类似，就是因为他做太多刀全部都是远程的装备，就变成说他并不是每个装备都有觉醒5，大多数都是觉醒1、觉醒2这样子。不过从那边看下来他几乎都是觉醒1啦，但是我印象中他这个图片好像是放了挺久的，就是说有很大可能近期他的装备是已经有提升啦，还有他的军器也是。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军器呢全部都是提升的挺好的，都有超过10%。像他这个第一套就已经有3个专属铭文了，第二套1个专属铭文加专精，第3套也是，第4套只是最后一套第5套就只有专属铭文没有专精。这个取决于看他有没有花很多钱啊，因为可以看到他这个位置的专属铭文就是书籍，就是我们打 KVK 就可以拿到，所以也就是讲他这个账号其实也是赢了很多次 KVK 啦，因为他隐藏起来，所以我们也看不到赢了多少次，但是从他这边相册看至少有赢过5次，有拿到5个了啦。所以就表示说如果他真的是在先锋王国打架的玩家，他可以分配到这个征服者之阵，也就证明说他们王国可能是认可了他这个战斗方式啦。虽然可能多数玩家会觉得说很奇怪，但是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玩法，我不觉得用远程的玩法是错误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是有不少国际服的玩家他们是非常排斥其他人用远程来打架的，甚至我之前还有收到一些观众说有一些主播不让他们进入群聊是因为他们有用远程部队，没有像这个玩家这么夸张，全部都是用远程，只有1-2个远程部队而已，他们都被拒绝了。但是我觉得这种玩家才是聪明的玩家，因为你们也知道啊，现在的环境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去拉扯，那你拉扯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呢就是停在同一个地方打架，不会往前推进。所以像如果他这样子的玩家就是用远程，他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或者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把自己的部队藏起来，然后用远程攻击去打敌人，其实还是挺赚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的统帅呢就包括加查马达，他加查马达应该就是拿来搭配攻沙洛，剩下的我们就要看当时候他打 KVK 是用什么搭配了。这里他还有用一些紫色搭配金色统帅的组合啦，不是完全都是用金色统帅，就比方说像这个紫色的统帅搭配阿方索，然后他的玛格丽特就搭配巴布尔，这个也算是比较早期的搭配吧。不过远程统帅一般用旧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至于他的匈牙提呢就拿来搭配斯特凡，同时间你们也可以看他这个战斗方式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躲在野蛮人的据点里面打架，就这样子远程去射击自己的敌人但是他们队友就是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就是要把他们的野战啊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打架，就是让他可以去射击到自己的敌人啊，也是要确保自己放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有时候远程玩家他们的反应要比我们近战的玩家还要更快，虽然他们打架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不需要一直去操控自己的部队，但是什么时候要撤退，什么时候要进攻也是很重要的。像他虽然是在安全的地方，可是到了后
后面我们看到敌人走进了这个野蛮人据点，把他的部队全部给打死了，这个就是他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像这种情况他就只能等他的队友过来帮忙啊，可以看到上面蓝色部队跟黄色部队都进来帮他了。但是我觉得就算他这样子被打，应该也不会报告太差吧，因为他在死之前呢应该都是拿到了不少的击杀。所以目前远程在战场上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样，你的队友会抛下你不管啊，就是国服跟国际服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国服一般他们都会保护自己的远程部队，不要让敌人推到我们远程部队的那个战线去，但是在国际服一般我们跑的时候都是把远程给卖掉但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先锋王国玩的关系啊，在我们撤退的时候，一般指挥是跟我们讲我们差不多要撤退，或者是换另外一个地方去攻击了，他会优先叫我们把远程部队给拆掉，换去别的地方，换去他所指定的地方，叫我们放好远程，然后我们才开始推进。这个就比较看我们的指挥怎样去安排，但是相信大多数的王国应该是没有指挥，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所以感觉上远程好像是一个特别优先的一个兵种，但实际上你还是需要担心的东西也是挺多的，而且也不是每个时候都适合用远程。就比方说关卡刚开放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不到远程的，尤其是敌人他们会随机牵程嘛，如果刚好有一个敌人牵程到你旁边，那你就根本没有机会把你的远程部队给拉出去，你只能抱团的时候才可以把远程拉出来，你没有办法去打人家的城市，你没有办法去打旗帜，就是你能做的东西其实很有限的，你多数情况下只能野战而已，不然就是帮忙去补兵。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个人是蛮想要有这样子的账号，但是如果你是说实际上打架的体验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我自己的骑兵账号，或者是可以综合一点啊，就是你不要完全部队全部都是远程，你可以用一些平时你喜欢用的兵种，然后再加一个远程统帅都可以。像他这种全部都是远程的玩家呢，是真的有点太疯狂了，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是被局限在于现在远程统帅推出的并不是很多，所以他现在只能用到这么多的队伍。那假设说之后推出更加多的远程统帅时，他应该就可以弄到6队或者是7个部队了。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装备方面啦，装备跟军器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我自己的骑兵账号里面有遇到过，你的装备军器永远都是不够你的队伍去用的，就算你要觉醒你的装备，你都不知道要觉醒哪一个优先给哪一个队伍，专属都是不够用。不过他个第一套的装备可以弄到全部专属，也算是挺厉害了。而且我还发现到一点他这边所有的军器就只有这一套的军器是有速度提升，其他的全部都是攻击、防御跟生命，这样他的运气真的是很不错。所以今天这个影片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影片吧，我们看到一个使用全部都是远程的玩家。那你们也可以看过我之前介绍我自己的账号全部都是骑兵的玩家了嘛，当然如果有一些全部都是工兵、全部都是步兵的玩家，也可以联络我分享你的账号。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还蛮感兴趣到底是怎么搭配的，不过像他这边的搭配应该有换掉，刚刚我们看影片的时候他是把这两个统帅放在一起搭配的，现在可能是混了一些紫色统帅，又或者是一些第一代的远程统帅，像他这个第一代的统帅都拿出来用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这个为大家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